大家好，在忽冷忽热的天气下，整理种植环境，遇到阴天时呢，可以优先整理日后日照很强的位置啊。再者，从靠近取水处优先处理也是不错的选择了。因为取水处再怎么小心取水水还是很容易滴的到处都是啊。水一多就很容易长草啊。左侧菜床由于靠近水源，浇水容易啊，所以把菜床的土壤垫得比较高啊，就算得时常浇水，也不会太麻烦了。而土壤比较厚，需要进行覆土的作物，就不用担心土壤不足啊。而此处种葱的一个目的还有一个葱对水的需求量比较少在此种葱的主要目的就是偷懒而已啊。由于前院比较长的菜床被十字花科占走了，打算调整这不怕淹水的比较高的位置，土壤也控制得比较疏松，来种植小玉西瓜。将土壤翻松后，就可以先直接用种子进行育苗。布种的方式则让种子尖尖的位置朝下，略微将土壤压实，可以避免浇水时将种子冲起啊。至于多放2块砖头的原因呢，除了是要提醒人这是育苗区啊，别把葱后又把细葱直接种在这里啊。另外缩小空间，也有避免狗往上踩、挖土的效果啦。毕竟这影片中时常出没的狗呢，都是在外面流浪过了。对于挖土摄取蛋白质呢，算是很基本的技能啊。在等待小玉西瓜幼苗长出的同时，开始将育苗草的葱移植到前院种植。先顺道看一下结球莴苣加速进入结球的状况。间距缩小呢，让叶片彼此挤压，有加速进行包覆的效果。由于天气逐渐转热，结球莴苣大小不是重点而是要确保可以加速进入包覆的状态。由于葱对水的需求比较低就选种植在离水有3步之遥的地方虽说并不远，但是这样的距离呢，大概算是离环绕水池比较远的位置了。这也是为何当初在菜园里特别挖出环绕水池的目的了。而这样区别种植，除了更为省事之外，也是减少浇水时水滴到没必要的位置来减少长草的机会。反正能改善多少是多少了。毕竟家庭种植呢，除草这件事实在太花时间了。也由于这块菜园地势还比下方的稻田高出超过50公分加上此处算是稻田的上游稻田会一块一块越来越低要出现淹水的状况实在不容易见到因此环绕水池才得以活水的状态存在由于不容易积水，青葱在种植前就可以先挖出沟槽，再种深一点至于挖出的土壤就先留在一旁，等日后随着葱白变长进行覆土这样只要有进行覆土的位置，就可以直接转换成葱白不需要再重新挖深进行种植，会省事一点。由于青葱很耐旱不耐涝就算拔起搁置在阴凉处几天再进行种植，还是可以存活现在这些则是已经放了好几天的嫩葱种植方式跟新鲜的葱一样要不要先进行修剪保湿，感觉差别不大但是种植后盖上一点稻草，让土壤有保湿效果，却明显长得更好或许这也是跟菇草杆菌有关空间比较小，需要加速生长，
用稻草或是树叶盖上去会很有帮助了。之前挖黄姜给70几岁的婶婶真的是有种植经验的人，看的东西真的很仔细啊。他说，为何这田土呢，土壤却可以这么松啊？除了没有下雨拉高土壤有机质，还有别老是从上方浇水，也是一个原因啊。日后反向覆土，将水浇在沟槽里，青葱生长的位置，土壤就比较不容易发生板结。接下来就可以发现，拍摄影片真的很花时间呐。毕竟作物生长需要时间呐，东做西做呢，是家庭种植的真正过程啊。每一次移动，道具也得跟着挪移这是专门做玉米笋的品种啊。当初采收的时间呢，邻居每天都拿一堆玉米笋来干脆就放生玉米笋，让它结成果实，充当种子家庭种植玉米或是玉米笋，在采收时会先将植株采倒让根系干掉，根系要清除会比较容易而玉米或是玉米笋长出果实不进行采收呢，让果实饱满后晒干，再收集来当种子是可行的一根玉米可收集的种子就非常多如果太介意发芽率，就可以播种多一点多余的苗再拔除就可以了。当然，如果觉得要更稳定生长，也是可以使用药剂处理过的种子通常买来的种子呢，都已经先进行药剂处理可以保护种子，避免虫害或病害。很怕影响良率呢，就可以采用购买的种子而现在先行直接育苗的位置，打算边整理边种植这还得清理一遍杂草所以才很客气的只整理一小块地来育苗育苗时先挖出一条沟槽的目的，也是偷懒保湿的方式打算浇一次水就好毕竟天气还不热而玉米育苗有个需要注意的细节虽然育苗需要保持湿度但是若过于潮湿呢，却会导致种子腐烂所以自行育苗时，若需要覆土，最好事前可以将土壤翻松一点有的人自行育苗，若是发现不容易长出幼苗呢，很可能是土壤过干或是过于潮湿不好控制土壤湿度时，就可以从种子下手一开始播种前，先将种子泡水这样土壤的湿度就会比较容易控制了。经过8天后，幼苗开始长出了。在第5天时，发现第一批的种子呢，发芽的位置主要是在地势比较低的位置低的位置相对比较潮湿于是又追加播种。至于片头在后院播种的小玉西瓜种子呢，3颗种子也都顺利发芽了。期间就是开始着手将后院环境进行调整跟片头相比，环境算是改善了不少了吧。谢谢收看。